2025最新怪兽灾难大片峡谷震撼上线。李维是一个退役神枪手，平时靠接一点军方的单子为生，但最近心理测评师给他的评价极低，判断他不适合再接任务。李维就此失业，每天只能坐在海边看海。这样闲散日子没过几天，他忽然收到一条短信，新任务来了。他被派往一处峡谷执行看守西塔观察哨的任务，任务为期1年。每天要做的事情很简单，那就是沿着西园走上一圈，因为峡谷上方每隔600米就有一台自动型密集阵炮台，他们需要补充自动炮台的弹药，同时检查护栏以及一种名为大耳朵的设备，还有悬空雷的铺设情况。这处观察哨与世隔绝，就连食物也是自给自足，全靠后面菜园。除了观察哨之外，还有一处地堡作为军械库，里面有武器工具备用弹药和地雷。前辈再三叮嘱李维，30天必须进行一次无线电汇报。李维更好奇的是另一个问题 ：What's a cloaker？Cloaker is a type of satellite transmitter. 这种发射器沿着边缘每公里一台，主要用处是发射虚假信号，蒙蔽围绕地球转动的卫星。也就是说，这处峡谷在卫星地图上是不存在的。同样的，这里也不能跟外界通信，没有手机，更没有网络。万一发生紧急情况，只能去按无线电设备上的紧急按钮。一旦大耳朵失灵，峡谷内的设备就会启动流浪狗程序。但什么是流浪狗程序，他们也不知道，只知道一旦防空警报响起来，就得没命的逃跑。这处峡谷里显然有什么秘密，但前辈三缄其口，只让他不要深究。同样的观察哨在对面也有一座，但那座观察哨属于俄方，也就是说，这座峡谷由东西方阵营一同看守。这样的看守行动甚至从苏联时期就开始了。李维顿时一惊。You're telling me leaders from the East and West have been secretly working together for the last 75 years? 前辈含糊其辞，李维更是好奇自己究竟在看守什么秘密。如果只是简单的看守并检修设备，怎么也不会找到他这个神枪手头上来。难道说他是要防止外人涉足峡谷？ I need to keep people from going in the gorge? No, you need to stop what's in the gorge. 正说着，峡谷里忽然传来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叫声。What the hell is that? That is what we call the Hollow Men. 这些嚎叫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前辈也不知道，甚至就连空心人也是很久之前的前辈留下的名字。看守西塔的人1年一换，他们谁都不清楚其中的秘密，只知道上世纪40年代，上级派出了3个营，一共2400个骑兵进入峡谷，想要铲除峡谷里的东西，但进去的骑兵没有一个回来。所以针对峡谷，他们转而进行全面遏制战略。以上信息不确保真假，反正是代代相传下来的。The gorge is the door to hell, and we're standing guard at the gate. 李维是军人出身，作为军人，他们都知道服从命令就是天职，所以他并未深究就接受了前辈的所有嘱咐，准备开始工作。而前辈则收拾好行囊等着离开。很快一架直升飞机便接走了前辈。Thank you for your service. 前辈竟被直接射杀丢进了峡谷里。看来这个峡谷里的确藏着秘密，这个秘密甚至重要到就连看守塔哨的人都不能活着走出峡谷。李维不知道自己1年工作之后等着他的是什么，他只知道这里的工作非常无聊。忽然这天他听见锯子声音，拿望远镜一看，发现对面守塔的是一个美女，美女正在锯木头，衣着朴素但身材曼妙。下一秒，美女似乎也察觉到了他的目光，李维赶紧放下望远镜离开。几天过去，孤独几乎淹没他。白天还好，到了晚上，到处都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嚎叫。他偶尔从睡梦中惊醒，打翻了杯子，踩了一脚碎玻璃片，却感觉不到疼。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总让他感觉随时会被吞没。只有拿起望远镜看见对面衣衫单薄的美女，才能让他的一颗心落回实处。他没有被这个世界抛弃，这里还有另一个倒霉蛋。又是1个月过去，美女这天心情不太好，因为她只能一个人过生日，索性在白板上写下一行字，举起来询问对面的李维叫什么名字。李维找出本子，写下一行禁止通信作为回复。这种无趣的回答让对面的美女很郁闷，她稍微一思索，又写了几行：我叫德拉莎，今天是我生日，我想怎样就怎样。李维被他逗笑了，2个人之间紧张的气氛也就此化解。毕竟这里没有其他人，毕竟他们日日相对已经有一段时间，毕竟对面可是一个年轻漂亮的美女，他就算稍微缓和一下也没有大碍。李维在本子上写下：我叫李维，要不要举杯祝你生日快乐？同时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德拉莎高高举杯，2个人隔着峡谷一起喝了酒，便也算是没有那么孤独了。德拉莎播放音乐，邀请李维展示一下优秀的舞技。李维却用写字板回答自己并不擅长跳舞，他的特长是枪法。德拉莎马上摆出酒瓶示意他展示一下，李维连连摇头，女孩却拿起枪就对着他的酒瓶来了一下，隔着几十米的距离，一枪命中。李维不甘示弱，拿起枪也一枪打爆了女孩摆出来的酒瓶。德拉莎开心极了，拿起酒瓶顶在脑袋上，想给他上强度，但下一秒他脸色一变，急忙示意李维低头看峡谷。峡谷里的东西嚎叫了这么久，终于在此刻露出了真面目。德拉莎帮着李维清掉了一波爬向他那边的怪，低头却发现自己的平台上已经有空心人爬了上来。
他赶紧给了这东西几枪子，将对方踢了下去。李维一直在关注着德拉莎这边的情况。其实塔哨建立在绝壁上，他们对于自己这边的情况很难看清，对于对面的情况却是一眼就能看清。现在德拉莎这边也有不少空心人在往上爬。李维当机立断，一枪引爆了对面峭壁上的悬空雷。不料悬空雷的爆炸碎片波及了正在抬头往下看的德拉莎，他的肩膀被击伤，但也顾不得休息，因为下面还有源源不断的空心人在往上爬。两个人架起几枪疯狂开火，同时往上爬的空心人还触发了自动炮台。第二天清晨，空心人终于停止了攻塔，两个人都是精疲力尽。德拉莎却笑着举起板子，告诉李维这是一个最精彩的生日。这一天之后，他们的感情变得更好了。他们一起度过了圣诞，一起看着对方堆雪人，假装对方就陪在自己身边。他们靠着写字板交流的越来越多，李维逐渐习惯了德拉莎的存在，甚至到了一天没见到德拉莎就会想念的地步。这天他外出巡逻，却发现德拉莎没有出现，不由得心生担心。回到塔上，他忍不住用白板询问德拉莎怎么了。德拉莎很伤心，因为他进入峡谷之前就得知父亲患上了癌症，父亲不想再治疗，已经准备好在某一日结束自己的生命，而父亲定下的自杀日期就是这一天。德拉莎一想到外面的父亲已经自杀身亡，自己却没办法见父亲最后一面，又怎能不伤心？此时面对李维的关心，脆弱到极点的他不由得写下：我今天很伤心，真希望你能陪伴在我身边。李维顿时像是被这句话点燃了，他辗转反侧了一整晚，第二天下定决心之后便行动力超强，直接改装了火箭筒，让弹头牵着缆绳直接射向对岸。德拉莎看见他的行动，顿时心跳如同擂鼓。谁能拒绝这种行动力超强的男人？他眼睁睁看着火箭弹射过来，只觉得自己的心也被李维击中了。固定好缆绳之后，李维马上滑向对岸，没想到滑到一半没了动力，停在了半空中。这可难不倒李维，他硬是一点点抓着缆绳爬了过来。Good evening, Jossa. Even though I'm not supposed to be here. 德拉莎变得结结巴巴。I made rabbit pie. Do you like rabbit pie? 李维就算不喜欢，这也得喜欢上。当然，他也不是空手来的，还给德拉莎带了一束自己种的花。There's a lot more green in your eyes than I was expecting. 德拉莎被夸得小鹿乱撞，只能岔开话题说李维身上很臭，让他先洗个澡，换洗衣服他会准备好，这里还留有前辈的衣物。但等到李维洗澡的时候，德拉莎灵机一动，起了捉弄他的心思，故意将衣服挂在树林里，这样李维要去拿衣服就只能光着屁股路过监控器，皮这么一下就很开心。等到两个人一起坐在餐桌上，刚好是傍晚，李维穿着老式西装，德拉莎扣下了西装里的背心自己穿着，竟也算是合身，俊男美女怎么看怎么般配。他们一起聊过去，聊峡谷里的空心人，聊自己的射击能力。一顿饭下来，彼此已经是情投意合。晚餐后，德拉莎放起了音乐，拉着李维一起跳舞。他一开始试图带着李维跳，但逐渐发现这家伙很会跳舞。他说自己不擅长跳舞，只是谦虚。逐渐靠近的距离，缠绕的呼吸让他们彼此不断沉沦。激情过去，他们相拥着互诉衷情，但正是热恋的时候，却又不得不离别。他们都有职责在身。没想到李维在用缆绳回塔的半路却遭遇意外，塔下的空心人发动袭击，正好触发布置好的悬空雷，爆炸波及缆绳，半路断掉。对于李维来说，相爱可以抵万难，山海皆可平。他能用缆绳冒险射过峡谷。当同样的选择摆在德拉莎面前，他毫不犹豫冲回塔里，背了降落伞和弹药，以及电动攀升扣，对着峡谷纵身一跃。不料峡谷下面竟然不是平地，而是湍急的河水。被卷进河水之后，降落伞不但没能帮德拉莎保住性命，甚至险些害死他。德拉莎努力割断降落伞，拼尽全力爬上岸，却没注意到电动攀升扣掉落在河底。李维这边不知道该说幸运还是不幸，他坠落峡谷没有被摔死，但被一只蜘蛛一般的怪物捡到作为战利品，悬挂在树梢上。李维醒来之后，直接对着怪物开火，没想到打到了树上的怪物，他砸在树下，却又被粘液怪粘得动弹不得，从粘液中伸出骨刺，眼看要将他刺穿。幸好德拉莎及时赶到，将他救下。You came for me. Like you wouldn't do the same. 两个人会合之后，本来只要找到峡谷下的滑索，用电动攀升扣就能沿着滑索回到岗哨。可德拉莎一摸都便知道完蛋了，攀升扣居然掉了。 We're stuck here. 李维倒是显得很镇定，他觉得一定还有其他办法。话音未落，一群骑着马的空心人突然出现，袭击了他们。两个人凭借着精湛的枪法将这群空心人驱退，但他们查看空心人的尸体时却发现不妙，这尸体上穿的竟然是美国陆军第一空降师的旧军服。德拉莎也想起自己在岗哨上曾看见过身穿英国空降特勤队以及苏联特种部队军服的空心人，难道说这些空心人都曾经是军人吗？带着这个可怕的猜想，他们继续探索峡谷。这里的植物格外可怕，树都长了人的骨架。看到这些东西之后，李维终于明白了这些怪物为什么被叫做空心人，因为有一首名为《空心人》的诗里面描述了一种被困在生死之间的状态。
显然这些怪物正是处于这种状态之中。走过树林，他们忽然发现了一座教堂，可教堂里满地尸体，这些尸体都是服用了氰化物自杀而死。显然他们生前遇到了极为恐怖绝望的事情。没等两个人搞清楚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长着人头骨的蜘蛛突然成群出现，对两个人发动了攻击。这里的怪实在太多了，门口还被空心人堵住，他们源源不断。但李维和德拉莎只有2个人，他们的弹药也是有限的。危急关头，德拉莎当机立断，直接从教堂的墙壁上炸出一个口子，带着李维逃走。幸好峡谷围墙近在咫尺，围墙下有一扇门，两个人不假思索赶紧躲了进去。这里并没有空心人，而是摆满了各种实验设备。他们在这里发现了一切的真相。1946年，东西方国家合作建立了这个研究所，他们试图研发毁灭性生化导弹，没想到遭遇了8级地震，研究所的毒素意外泄漏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峡谷中不同生物的基因竟然融为一体，人身上开始长藤蔓，蜘蛛身上长出人脸，所有的东西都变了。正常人如果只是暴露在这个环境里几个小时，有较小几率被毒素感染，但要是暴露几天就必定会感染，一旦感染5天内必定会暴露出症状。也就是说，两个人最好在1天内回到岗哨离开峡谷，否则他们也会变成不人不鬼的空心人。李维在角落里发现了更加糟糕的东西，这里有一些更新的资料显示，这所研究所实际上被一个名为黑狐的私营军事组织控制，他们2个都不是为各自的政府服务，而是被这个组织招募来看守秘密。 Dark Lake, paramilitary. They haven't bombed the gorge because they're still studying what's in it. 他们将这里的数据通过无人飞机传回，试图打造超级战士。 With some unlistenable secrets. Young soldiers and scientists studied like suffering lab rats. 这个沉重的秘密让他们意识到前路危险重重，可李维并不后悔。 To me, it was worth it. Because I got to know you. 两个人准备离开研究所，德拉莎忽然发现自己放在角落里的装备包不见了。李维一惊，他没想到这些家伙懂战术，他们居然还具有智力和思考能力。很快，外面的空心人就证明了他的思考能力。他埋伏在角落里，即便德拉莎释放了烟雾弹，但这个空心人还是精准的，在德拉莎拿起装备包的瞬间将他绊倒，套了绳索拖在马后，一路拖回了巢穴。德拉莎拼命反抗空心人，但打得很是艰难，毕竟对面也曾是士兵，还脱离了血肉之躯，几乎没有弱点。幸好李维及时赶到，一枪解决了空心人，救下德拉莎。但他在查看空心人尸体的时候，意外从空心人身上的名牌确认了这个空心人就是第1任看守西塔的士兵，也就是这个前辈亲口为怪物取名为空心人。至此，守塔士兵的下场已经变得很清晰，他们最后都变成了空心人的一员。两个人再不出去，迟早也得被感染。而眼下他们所在的地方就是污染中心，这是一座化学导弹设施，想要出去必须经过发射塔，但塔上全都是分不清是藤蔓还是人的精神污染类型空心人。这些藤蔓在沉睡，他们走得小心翼翼，还是不慎惊醒了他们，以至于遭到攻击。在互相配合之下，两个人成功逃出藤蔓的攻击，并用一把大火点燃了藤蔓。藤蔓们在火中竟然发出了跟人一样的尖叫，这画面吓得两个人头皮发麻，立刻离开。幸好没走多远，他们发现了一处维修点，里面停放着数辆老式吉普车。这些军用吉普车都配备有强力绞盘，靠着绞盘，他们便可以用峡谷的滑索爬上去。但此时德拉莎的子弹已经用光，李维的子弹也所剩不多，底下的空心人却源源不断追了上来。两个人没有热武器，只能一只手抓着车，一只手惊险地用冷兵器跟这些空心人进行搏斗。李维甚至一度被攻击得手滑坠落，要不是他及时抓住了车，恐怕就得摔个粉身碎骨。德拉莎见势不妙，索性让李维拧开油箱倒掉车厢里的汽油，一把火将底下追来的空心人全部点燃，火焰沿着空心人往上烧，车也发生了一次小爆炸，两个人紧紧抱在一起，死里逃生。现在车肯定是不能用了，幸好他们已经乘坐汽车爬升到了高处，眼见距离高塔也就几米，两个人当机立断砍断缆绳，断了空心人抓着缆绳追上来的可能。他们努力爬上岗哨，也算是捡回一条命。Here. To making it out alive. 李维心生感慨，当初他被选中来执行这个任务，就是因为他无亲无故，没想到来到这里之后，他竟然有了牵挂。德拉莎忽然提议，不如他们一起逃去法国隐居，可李维还是放不下责任，他知道他们跑了，黑鹰组织很快就会找来新的倒霉鬼，下一个看塔人难逃厄运。而且如果他们的逃跑导致塔无人看守，峡谷里的空心人跑出来，将会对整个世界造成极大的灾难。想要切断悲剧的延续，只有一条路。We need to destroy the gorge. 但摧毁峡谷之前，还是先隔离，又是分别的时间。这一次，德拉莎再不敢说再见，生怕又是一个 flag。That'll love you.
李维回到岗哨，照常进行无线电交流。没想到这一次无线电里居然传来了上级的声音，对方质问他是不是下了峡谷。如果他没下峡谷，那就是对面进入了峡谷。You are to neutralize your counterpart. 李维只说包在我身上，他想的是做不做另说，先答应下来，要不然黑鹰肯定会派新的人来杀害德拉莎。但李维显然没想到，其实塔下峡谷里有监控摄像头，他们俩一起查看机密文件的画面直接被监控拍了下来。黑鹰的高层就是想试着让李维自己杀害德拉莎，至于李维，他也不准备放过。本来去了峡谷看塔的守卫就没有一个能够正常走出峡谷，李维进入峡谷违反了禁令，他准备马上带队将他抹除。5天后，李维和德拉莎都没有产生奇怪的反应，他们这才放心下来，确定自己没有被感染。再次隔着峡谷见面，德拉莎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答案：我也爱你。李维顿时忍不住笑了，笑容没有维持太久，一架直升飞机就出现在了2个人的视野。李维意识到大事不妙，赶紧让德拉莎跑。果然黑狐组织的杀手小队没能找到2人，便立刻派出了无人机。但这些无人机又怎么会是神枪手的对手？解决掉无人机之后，德拉莎和李维按照约定计划打爆了大耳朵。大耳朵可以蒙骗卫星，隐藏峡谷的存在。一旦大耳朵失灵，黑狐为了防止他们的反人类研究暴露，提前准备的流浪狗计划就会启动。所谓流浪狗计划，就是直接炸平峡谷，届时峡谷内的一切罪证，包括空心人都会被毁灭，而峡谷上方4.2公里之内也会被爆炸波及。上级意识到大事不妙，马上想要跑，但还是没能跑出4.2公里这个范围，被炸到飞机坠毁。李维因为腿脚受伤慢了一步，也被余波推下悬崖，坠入了河流之中。只有德拉莎逃了出来，他在约定的地点等了李维5天，始终没有等到李维。可他依旧不忍心拆开李维最后留给他的信。时间一晃过去数日，他来到了法国，他跟李维约定好要去的海岸边，这里也没有李维。德拉莎终于死心了，他拆开了那封信，里面是李维为他写的情诗。他看着手里的信，忍不住掉了眼泪。4个月后，德拉莎在法国一家餐厅打工，转过头却忽然看见自己心心念念的人就坐在眼前。李维含笑举起早就准备好的牌子，上面写着我要点兔肉派，一切一如初见。德拉莎又惊又喜。 Hello, Jocelyn. Hello, Levi. You're late. 李维解释自己受了点工伤，现在他不干了。2个人情不自禁吻在一起，也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